这期视频我们聊聊索尼 Xperia One Mark 3对比三星 S21 Ultra。上期视频我们对比的是这台索尼的手机与 X60 Pro Plus 的对比。之前呢，我们已经详细的聊过这两台手机了。那么对比结果呢，是否符合你的预期呢？同样的，我们之前也聊过三星 S21 Ultra， 还有苹果是下期节目。那么这一期呢，我们就好好聊聊索尼 Xperia One Mark 3对比三星 S21 Ultra。那么这也是索尼这台手机迎来的重量级的一个对手。老规矩，先看这两台手机的外观投个票，看看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如果觉得索尼的好看打1，如果觉得三星的好看打2，如果觉得无所谓或者都好看都不好看的其他选择打3，觉得长好看的打4。我们发现大家对索尼这台手机的追焦性能非常感兴趣，那么我们今天一上来呢，先聊聊这个话题，把摄影作品往后放。先说索尼，在默认模式下，它就可以识别被摄物体的主体，并且死咬住该对焦的地方，比如说人脸呀、动物识别呀，这些都是默认状态下的功能，不用你手动点击屏幕来选择对焦区域。如果手动选择了对焦区域，那么系统也会死地咬住你刚才点过的物体，无论它怎么移动，都会咬住这个物体。再说三星这台手机，它同样也有自动识别被摄物体脸部的功能，人物、动物都可以。譬如说屏幕上这两只小耗子，手机就能准确地找到它们的脸部，并且进行对焦。当它们把脸藏起来之后，手机就有点蒙圈，然后就继续找脸部，直到它们把脸再转过来，又可以对焦了。同样呢，也可以通过用手点击屏幕来锁定对焦物体，比如说这只小白熊。只不过呢，它跟索尼不一样，它是被动打开的，就是在相机设置里边，你点开这个选项就能自动追焦了。没错，这两台手机都能自动锁定并且跟踪被摄物体。可是它们谁拍出来的照片成功率高呢？就刚才这些场景而言，两台手机一样高，那是因为手机是小相场的摄影器材，它们的感光器都非常小，基本上1米以外就是无穷远对焦了。如果被摄物体在1米以外，那么主摄怎么拍都是清楚的。5倍以下的长焦，2米以外也就是无穷远了，10倍的话3-4米。当然必须是光线良好，快门速度够。哦，对了，这些野生烤鸭是离镜头很近的，差不多1米以内了，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追焦性能非常强。老实说，在使用期间，确实是索尼在追焦上给我的信心更强虽然说也没强哪去，但是从索尼的最终成片看很多鸭子的头部还是虚了，这就是因为鸭子一直在不停的吃，头部的运动非常快，而手机的快门速度呢也没有快到把头部定下来所以画面就虚了。也就是说，一张追焦后的照片是否成功，不单要靠追焦能力，还要看当时的光线条件，看快门速度。手机都有专业模式，设成快门优先后，只要光线够就尽情的抓拍吧。说完了追焦，咱们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连拍速度。这两台手机连拍速度可以说差不多，索尼稍微快那么一点点吧。但是呢，三星只能一口气拍100张照片，索尼可以拍100多张。想想连拍后选照片的时候我就头疼。说完了追焦和连拍，那么咱们看看操作上的体验。操作是摄影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我看来可能比画质更重要。从相机发明以来，那摄影者一直想让摄影器材变得越来越小，手机就是如今最便携的摄影器材了。索尼的手机不但保持了这种便携，而且还给了你相机的操作。索尼手机相机程序给了你大量手动操作的空间，而且操作起来非常像相机，各种参数清晰明了，而且各种数据也是一目了然。这点我们在专门介绍它的节目中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详细说了。最像相机的点就是索尼手机保留了这颗实体快门按键，半按对焦，全按拍摄。任何时候只要按下这个快门按键，就可以启动到相机界面。这么说吧，索尼的这台手机在摄影操作方面可以说是当今手机中的佼佼者，给我的感觉非常好，没有任何一台手机可以超过它。但是呢，索尼这台手机的所有优点到这儿已经说完了，后面的画质对比，它就没有再赢过三星 S21 Ultra 了。它的光学能力和计算摄影就没有前面这么风光了。下面呢，就是我们用这两台手机拍摄的摄影作品，不用问这些照片是哪台手机拍的，摄影不论器材。
前面的精选样片呢，都是由这2台手机亲自拍摄的，并且用他们内置的滤镜编辑的。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能够激起大家对手机摄影的兴趣。没错。那么欢迎观看 ZPH， 我是道武，我是掌掌。我们的节目呢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如果你期待这期节目，期待对比结果的话，记得先点个赞、点个关注，多多支持我们哦。没错，您的关注呢是我们继续输出优质节目的动力。那下面呢，我们就好好来看看这2台手机每一颗镜头在影像方面的表现，在光学方面的表现差距怎么样。索尼的后摄呢，看上去是3颗镜头，但它实际上是4颗镜头。最下边的中长焦是1颗镜头当2颗定焦镜头用，这个前面已经说过了。三星的后摄呢就是4颗镜头，4颗定焦镜头，最长端呢是10倍远摄镜头。先看主摄镜头，2台手机的主摄在硬件参数方面的区别就是三星那边的感光器更大一些，原生像素更高，但是默认像素都是1200万，光圈索尼更大。上对比样片，2台手机的主摄在色彩上面比较接近，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好像三星的解析力更高一些啊，是不是？再放大左上角这一项呢，最能体现出镜头的光路设计水平。可以发现索尼的边角画质下降的比三星厉害，三星有紫边。再看下一组样片，三星的色彩看上去更亮堂一些。这个环节不要总问谁的成像更接近当时的真实环境啊，谁也记不住当时到底什么样，您就自己看样片，您喜欢哪个就好。放大中心对比，发现确实是三星的解析力更高一些。再放大左上角对比边角画质，依然是三星的有紫边，而索尼的边角画质下降的有点厉害。三星的主摄是支持1亿像素高像素模式的，但是这个高像素模式我估计没有什么人能想起来用它。细节展现方面肯定是1亿像素的三星更清楚一些。再看超广角镜头，2台手机超广角在参数方面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视角不同。三星的视角等效13至14毫米之间，非常广，而且支持微距功能。上对比样片，2台手机在色彩上依然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三星这边的视角一眼看上去更广，视角差距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就是索尼拍不到的地方，那超广角嘛就得广。放大中心对比解析力，可以发现2台手机超广角的中心解析力是差不多的，但要生比的话，只能说三星比索尼的解析力只高不低。再对比边角画质，超广角是视角越广，边角画质越难把控。在这组对比中，2台手机超广角的边角画质下降是差不多的，但是三星的视角更广。再换下一组对比样片，在色彩上跟主摄一样，还是索尼的色彩没有三星看起来亮堂。对比画面中心解析力，依然是三星的解析力对比索尼只高不低。边角画质方面，2台手机下降的一样是同样明显的，但是记住，三星的视角更广。三星的超广角是支持微距模式的啊，对比索尼可以说在微距上强一些。再看中长焦镜头，中焦方面，索尼跟三星的参数比较接近，感光器索尼的更大一些，像素索尼的更高一些。再看长焦镜头，索尼的长焦镜头跟中焦镜头是共用1颗感光器的。感光器大小索尼更高，像素索尼更高，光圈索尼更大，但是焦段三星更长。中焦索尼这边是2.9倍，三星那边是3倍，长焦索尼是4.4倍，三星是10倍。先说明索尼在对比时已经打开了 AI 超分辨率变焦模式。先看3倍焦段的对比，索尼那边是2.9倍，基本一致。中长焦就很少出现边角画质下降的情况了，而且这2台手机在我观察后发现确实没有下降。那么直接对比中心画质，解析力方面三星的更好，这可能是索尼1颗镜头当2颗镜头用的结果吧。再看5倍焦段的对比，索尼那边是4.4倍，它是光学镜头，而三星这边是3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但是放大后呢，在解析力方面发现三星的数码变焦在解析力方面还可以，数码变焦能跟光学镜头打成差不多，这个很神奇。那再换一组样片继续比，放大中心后发现，确实是三星的5倍跟索尼的4.4倍在解析力上差别不大，那只能说，三星做的还可以吧。再看10倍焦段的对比，索尼是没有10倍焦段的，它是4.4倍数码变焦的，三星是10倍的光学镜头。在中心解析力方面差距比较明显，肯定是光学镜头更厉害。
三星的前置摄像头真的太清晰了，关掉美颜有时候感觉就像在照镜子。在照片模式的右上角呢，可以打开它的美颜功能，不过一共只有4种：磨皮、色调、瘦脸、大眼。它可以调节滤镜，还可以创建属于自己的滤镜，这个功能还挺个性化的。喜欢真实还原自拍的朋友们一定要选三星。索尼的美颜功能也不是很丰富，但跟三星一样，就日常差不多够用。它人像模式里有5种功能：背景虚化、美颜、皮肤亮度、眼睛放大和瘦脸。索尼的原相机其实也挺真实还原的，但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磨皮，它不敢像三星那样太真实。如果觉得还是太磨皮的话呢，就在原相机里拍也挺好的，就是稍稍有一点锐化，不过看成片它的效果其实可以接受。再看两台手机拍摄的人像对比，从样片上看，两台手机拍摄的人像都不错，索尼的稍微清淡些，三星的稍微浓重些啊，色彩上啊。如果非让我挑一喜欢的呢，我觉得索尼的颜色上稍微好一点吧。成像宽容度的对比就是用手机拿起来就拍，之后对比生成照片的宽容度。先看第一组主摄的对比，乍一看没什么区别，但是放大阴影部分就会发现索尼的宽容度没有三星的好，阴影部分的细节没有三星多。再看相同场景超广角的对比，同样阴影部分三星的细节更多。再看一组主摄的对比，在这组中都不用放大就可以看出三星的宽容度更高。同样场景超广角的对比也是三星的更好，主要区别依然是暗部细节的丰富程度。啊，对了，前几期有人说看看索尼的抗眩光能力啊，它不是蔡司的 T 型镀膜吗？啊，这俩手机抗眩光能力半斤八两。再看夜景拍摄效果，索尼是没有真正的夜景模式的，它是自动夜景，它检测到光线比较暗，它就开启自动夜景了，这个模式也没法关。这个时候要记得端稳手机，不要晃，否则照片就会虚。三星是可以关闭自动夜景的，在这次测试中呢，我就是关闭了自动夜景，用直出模式拍摄，多暗的环境摁下快门就能生成照片，一摁就有。看对比样片，索尼是自动夜景模式，三星是直出模式，不用放大就能看到右边的亮部细节，三星的更好。再看相同场景超广角的对比，乍一看呢区别不是很大，但是放大亮部还是三星的效果更好。再换一个更暗的场景，先看主摄的对比，依然是三星的效果更好，主要是亮部细节更好。再看超广角的对比，依然是三星的更好，亮部暗部都是它更好。倒数第二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先看主摄的对比，可以说效果差不多啊，三星的更清楚一些，虽然说看着黑。打开三星的夜景模式，效果比索尼好一点点，我是不是太客气了？再看超广角对比，自动夜景对直出两个差不多。打开三星的夜景模式，效果比索尼好一点点。到了最暗的祖传神树场景非常暗啊，所以就用主摄夜景模式来拍了，对比结果如图所示。下面说一下视频录制，索尼这台手机在录制视频的时候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只能选择当前选择的镜头来录视频，并且在这个镜头下进行数码变焦。如果你想切换到其他镜头，那就得停止录像，切换其他镜头再录像。喜欢索尼的朋友应该觉得这个过程很有仪式感。电影大师这个软件也是一个非常厉害、非常不错的录制视频的利器。之前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在这里我们就不详细说了。下面看看白天走路的防抖表现，拍摄呢就是用默认设置拍摄。不过说实在，索尼支持 4K 120帧，这点也挺厉害的。不过普通模式下录像，发现索尼的画面时不时有些虚。超广角的表现，两台手机比较接近，而且画面都很漂亮，防抖效果也都不错。现在看到的是夜晚的走路防抖表现，这是在城市的街道上。索尼的防抖表现不错，但是画面中有比较明显的屏闪。三星的亮度不错，但是防抖跟果冻效应没有索尼的好。超广角的表现上，防抖方面是差不多的，但是画面上索尼的稍微暗一点。到了录像环节最暗的场景，女流氓小象，索尼在这个场景中就拍不出来什么了。OK， 到现在呢，视频的时间已经不短了。那么我们下面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款手机的工业设计。简单的说，论工业设计，我肯定挺索尼。这台手机拿起来的手感、质感都非常不错。虽然手机的正面并不是现在主流的全面屏设计，上下还有个边儿，但是依然看起来非常精致。
而且非常薄，相比于 S21U 这台手机来说，又薄又轻。还有一点就是索尼这台手机居然保留了非常先进的 3.5 毫米耳机接口，我就问问用三星的朋友，你们羡慕不羡慕？硬件、处理器、内存、跑分、发热，这些都不是我们节目的重点。那么我们下面直接进入总结环节。索尼 Xperia One Mark 3这台手机给我们的摄影体验是无与伦比的。就像前面说的，在我们看来，摄影的操作体验在整个摄影过程中是比重非常高的。所以 Xperia One Mark 3这台手机是一款非常优秀的摄影利器，但它的光学表现和计算摄影能力并不强。在与三星 S21 Ultra 的对比中，光学表现与计算摄影能力都不能胜出。在摄影操作体验上 ，S21 Ultra 的表现只能说还可以，用户应该感觉不到有什么不好。但是没有用过在这方面登峰造极的 Xperia 手机的三星用户是体验不到其中的美妙的。OK， 那么又到结尾了，希望前面的内容呢对您在选择方面有所帮助。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很好看的话，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多多支持我们，多多鼓励我们。没错，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